女人直直盯着男人身后的墙壁，她惊恐地发现那里竟然长着一只眼睛。不仅如此，当他们看向床底时，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蠕动的石头堆。原来眼睛和石头堆都属于同一个人，也就是喜欢偷窥的隔壁老王。因为长时间的偷窥，他已经和墙壁融为了一体。不过不仅是老王一个人融进了墙壁，这个世界的每样东西都在发生着融合。喜欢宅家的朋友快起来走一走，要不然融合的时候就会像他一样变成床了。这里是驰名电影，带你看懂每部电影里的名场面。故事要从一次加班说起。比利时布鲁塞尔公寓内，设计师史丹利正对着电脑屏幕苦思冥想，手指在键盘上敲敲停停。然而就在他苦苦思考设计思路的时候，社区办公室的电话突然打破了寂静。Je suis Dominique Lelièvre de l'Institut Chogajipa. 35 ans, 1m79, mais je peux vraiment pas là. Comment jugeriez-vous de la qualité de votre vie sexuelle? 得知社区出现了传染病，史丹利当即打开了新闻，上面的图片触目惊心。感染者不仅身上会出现小肉粒，甚至皮肤也会出现木质化特征。他看到顺手给女友拨了电话，想提醒她周末聚会小心点。然而电话刚接通，疾控中心的最新公告就突然弹了出来。原来这根本不是普通皮肤病，而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未知病毒。Ce qu'on ignore encore, c'est pourquoi il s'étend aujourd'hui au monde animal. 史丹利盯着疾控中心的公告，下一秒立即冲进卫生间。他脱掉上衣，对着镜子仔细检查全身，确认没有可疑的肉粒或凸起，才长舒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起。史丹利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口竟是女友娜娜。原来他所在的社区早上突然接到了风险通知，社区要求所有住户留在家里，不得外出。趁着防疫人员还没到位，他果断溜出来投奔男友。娜娜也是心大，竟然不怕自己感染了传染给男友。史丹利刚要开口询问他的健康状况，娜娜就一个箭步扑上来，紧紧抱住他。等两人从不知天地为何物中回过神来，已经是3分钟后的事了。放心不下的史丹利还是找来放大镜，硬是亡羊补牢一样，按着娜娜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，确认她没有感染后，才侥幸地放下心来。然而正当两人正讨论着病毒的来历，窗外突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。史丹利掀开窗帘一看，几个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正围着街角的流浪汉忙活。诡异的是，老人的下半身竟和柏油马路融为一体，救援人员怎么拔都无济于事，最后只得竖起路障将他围起来。史丹利和娜娜看得目瞪口呆，殊不知更骇人的消息还在后面。当天傍晚的紧急通告解开了谜底，原来这种病毒还会导致感染者与接触物发生融合，如果接触金属就会变金属人，如果碰到木头就会变成树人。这设定简直太湮灭了，因为两者都构建了一个颠覆物理法则的世界，在这世界里面简直啥都能融合。湮灭中鳄鱼长鲨鱼齿，植物具有人形的设定，就像本片的人墙融合人床童话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史丹利就冲去超市抢购物资，回家后他用塑料布密封所有门窗，里里外外消杀3遍，还挨个提醒亲朋好友，可惜没人当回事儿，照常聚会玩乐。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短短数日，疫情就变成了爆炸式蔓延，甚至法国沦陷率高达 98%。 为了管控疫情传播，各国纷纷紧急启动最高级别防控，可连医护人员都接连中招，防疫体系濒临崩溃。疫情背景下的隔离与异化主题，此时获得了毛骨悚然的现实映射。当娜娜带着行李逃离封锁社区时，这个场景与当年欧美民众的自由选择形成了微妙的呼应。片中对隔离公寓的刻画，塑料布封窗，物资短缺，通讯中断，简直和美国底层家庭的状态一模一样。更值得玩味的是病毒传播设定，法国 98% 感染率的数据明显戏仿了欧美群体免疫策略的失败实践，而防疫人员最终被感染的情节则精准戳破了精准防控的幻想。这些细节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科幻惊悚的范畴，成为一面折射疫情社会心理的棱镜。此时隔离政策造成的社交断绝，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体与物品同化？正当史丹利暗自庆幸准备充分时，公寓突然断电。史丹利联系了社区，想问问什么情况，可社区电话永远占线，他只好把自行车改装成发电机。靠着这台简陋的设备，娜娜勉强打开电脑，却发现网络早已中断。更惊悚的是，他发现地板上莫名出现了碎石，刚捡走一块又掉下来一块。当他趴下查看时，顿时呆住了。床底不知何时已堆满碎石，而这些石头仿佛有生命般在地板上蔓延开来。这根本不是石头，这是一个被石头融合的人。原来隔壁王大爷一直在偷窥史丹利和娜娜的生活，他在墙上钻了个小洞，却没想到感染病毒后偷看时，身体竟和墙壁慢慢融合，这真是大快人心。当史丹利发现他时，大爷已经有大半个身子嵌在了墙里。好心的史丹利刚想伸手帮忙把大爷拉出来，不料王大爷的身体突然开始膨胀扭曲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史丹利一个飞扑护住娜娜，伴随着一声闷响，王大爷的身体炸裂开来，碎石块溅得满地都是。史丹利虽然护住了女友，自己却被飞石击中多处。娜娜手忙脚乱地把浑身是血的男友拖到床上，却在清理伤口时惊恐地发现，那些碎石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与史丹利的皮肉融合。娜娜急中生智，打开丢垃圾的通道，向邻居求助。可整栋楼早已乱成一锅粥，楼上的太太还在哭喊着找她的宠物狗，根本无暇她顾。眼看碎石越嵌越深，娜娜只能狠心一块块往外拔。经过数小时的努力，总算清除了所有碎石，但史丹利却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。3天后，史丹利奇迹般苏醒过来，两人尝试用发电机供电，想要获取外界消息，却发现所有通讯都已中断。就在史丹利郁闷的时候，电视里跳出了几段监控的画面。很显然，疾控中心此时也已经沦陷了。正当两人面面相觑时，窗外突然传来诡异的刮擦声。娜娜凑近查看，突然惊恐地发现，声音竟然来自封窗的木板。原来楼上太太的狗子不知何时已与木板融为一体。还好史丹利反应快，他眼疾手快地拉着娜娜躲进储物间，却发现空间正在诡异地缩小，两人被挤得喘不过来气。原来幸存的王大爷已经与整面墙壁完成融合，这并不代表他死了，反而此时他可以操纵墙壁蠕动着向他们逼近。慌乱中，史丹利握紧手中的水果刀，娜娜回头看去，突然发现墙壁发出了动静。当两人终于逃出杂物间时，封窗的木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史丹利手忙脚乱地用家具堵住杂物间的门，但灾难仍在持续蔓延。随着病毒的持续扩散，他们储存的食物很快见底。虽然自来水还在流淌，可当史丹利准备冒险外出觅食时，却惊恐地发现娜娜的手臂上开始浮现出细小的肉粒，皮肤表面正像木头一样逐渐变得粗糙坚硬。短短一个下午，娜娜的病情就急转直下，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异。就在史丹利束手无策时，卫生间的垃圾管道突然传来诡异的声响，楼上太太的声音从管道深处悠悠传来。原来她早已与下水道系统融为一体。她劝史丹利放弃抵抗，因为整栋楼的人最终都会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。史丹利冲到走廊上，发现整层楼都开始发生异变，而当他回到房间时，娜娜的身体已经与床单融合在了一起。不愿放弃的史丹利颤抖着拿起医用剪刀和止痛剂，可当他剪开第一道口子时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那些看似普通的床单纤维早已与娜娜的毛细血管网络完全结合。史丹利抓起枕头想为娜娜止血，却眼睁睁看着枕头被伤口吸收了。娜娜的身体与床单的融合已不可逆转，他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娜娜和床单同化。娜娜让史丹利快走，再留在公寓他也会被同化。可史丹利却舍不得娜娜，而且所有的人类都被同化了，他又能跑到哪儿去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娜娜的轮廓渐渐模糊，最终完全消失在织物纹理中，只剩下一张微微起伏的床单。就在这时，整栋公寓突然剧烈痉挛，墙壁开始收缩，竟然还传出了心跳声。史丹利跌跌撞撞冲出房间，发现走廊已变成蠕动的肠道，黏腻的肉壁有节奏地收缩着，看来是某个邻居已经被墙壁同化了。看着涌过来的肠道，史丹利惊慌地想要逃走，可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就在史丹利绝望的时候，他意外跌入了一条狭窄通道，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当他在温热的液体中苏醒时，发现身旁竟然有一个女人，原来女人也是公寓里的幸存者。她告诉史丹利，这里是公寓的消化系统，想要离开这里就需要刺激肠道。听到女人的话，史丹利只能学着对方的方式，两人拼命刺激敏感的内壁，终于在肠道的剧烈痉挛中被拉到了街上。此时昏黄的天空飘落着细胞状的雪花，回头望去，曾经的公寓已经变成了肉块立方体。就在史丹利和丽莎发呆的时候，撤离无人机出现在了身旁，同时街角陆续走出其他幸存者。当丽莎跟随人群离去时，史丹利却靠着肉瘤化的建筑缓缓滑坐在地，他没有选择离开，不知不觉中他睡了过去。在逐渐模糊的意识里，他感觉自己正融入某个浩瀚的存在。然而在史丹利消失的瞬间，整个星球也开始了终极蜕变，所有物质都在共鸣中重组，最终地球本身变成了全新的生命形态，重新悬浮在了宇宙中。这部电影以一场诡异的病毒灾难为开端，最终演变成了人类的集体异化。王大爷因偷窥而与墙壁融合，这个情节暗含深意，因为在克苏鲁式的恐怖中，人类那些阴暗的欲望往往最先招致毁灭。病毒扩散的过程展现了惊人的想象力，从皮肤异变到物体融合，
折，再到整栋公寓活体化，层层递进的恐怖感让人窒息。然而故事并未停留在表面恐怖，而是将视角提升到物种存续的层面。作品成功继承了克苏鲁神话万物有灵的核心理念，人类在高等生命眼中不过是进化链条上的过渡品。当史丹利选择留在异化的公寓旁时，也暗示着人类终将臣服于更宏大的存在。这种不提供救赎的结局，恰恰也是克苏鲁电影要表达的，因为在浩瀚宇宙中，人类的挣扎与情感都微不足道。除此之外，湮灭中闪光区域拟态人类的行为，与本片地球觉醒为高等生命的结局，共同揭示了人类在宇宙进化链中的微不足道。当湮灭女主角发现自身被复制时，突然陷入了我是谁的迷茫，与本片史丹利选择留在异化公寓前的状态简直如出一辙。而近年生物学界水平基因转移的研究成果，更是为这类强制进化题材提供了科学依据。或许人类恐惧的并非变异本身，而是发现人类从来都不是进化的终点。可惜这部电影的后期节奏稍显仓促，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若能对集体异化过程进行更细致的描写，那么整体完成度会更高。不是所有电影都有现实的结局，但是每场恐惧都有真实的源头。我是驰明，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。